大家好，比特币2年之前 20K 开始抄底，虽然当时判断失误，后面比特币是跌到 15K， 但是这2年多 YouTube 视频是坚定希望大家一路买进比特币。反正比特币已经让我实现财富自由，不用再上班。那等下来聊一聊 MACD 指标，为什么我还是看涨比特币，包括2年之前为什么抄底，以及接下来我的计划。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圈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，而且 OKX 也是 F1 迈凯伦车队以及足球俱乐部曼城队的赞助商，实力不用我讲啊，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表，下方的这一个普通 MACD 指标。这2年到3年的时间，也是给大家分享了不下几十种，或者是比特币抄底非常的简单，因为它有几十种甚至300种的指标，可以判断比特币的底部。那我们今天再来回顾一下2年之前，当时为什么在这一根 K 线下跌，后面也是希望朋友们，如果比特币真的2万再下去，你应该拿资金分批，甚至拿身家去 all in 抄底这个比特币，因为很简单啊，历史上的这一个 MACD 指标柱状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根左右对应的比特币的价格，有可能就是它的底部。不过2022年当时跌到 15K， 它是跌了8根、9根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19年当时比特币的底部对应的这个最低点的位置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 MACD 柱状，在月线里面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你要在7根的位置还没有转折上升之前，在底部的位置，你就要拿身家去 all in 这个比特币。因为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当时这个位置的底部，我们可以拉进来观察一下，当时在这一根 K 线啊，也是底部接近200到100美金的区间，可以数一下这个 MACD 指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根还没有转折上升之前，你就要去 all in 这个比特币。所以底部的这个 MACD 指标，或者是后面比特币2015年的这种上涨，那你有新资金就全力给我买进这个比特币啊，包括2019年，反正底部的资金如果有买到，或者是后面你有在生活中赚到新的资金，反正有大跌你就要拿资金再去 all in 这个比特币。所以历史的经验，这一波比特币的牛市，我是这样子来执行啊，底部 all in 以后，这一波上涨，每一次比如说 25K 位置在做多，包括前面的 50K 位置在做多，包括这一次跌到 75K， 交易群也是再一次通知朋友们，反正我是继续在做多。那现在比特币价格已经涨到又来到10万美金，那我想跟大家讲我最近的计划。既然比特币历史上的这种经验， MACD 指标如果下一波熊市，就是前2年买的比特币，反正目前还是继续持有，现在是在想办法再存一些 USDT。 如果将来真的比特币还有这种熊市的低点，到时候想办法能不能就是将来涨到某一个高点的位置，因为现在来到10万了，这几天也是跟朋友们讲，你如果是新的资金，我个人是觉得控仓，或者是我现在是在计划多存一些钱，等将来熊市的底部再用这个 MACD 指标判断底部，到时候抄底啊。所以比特币或者是自2022年的底部涨到现在10万美金，涨了只有 500%。 那前几天是有朋友担心，就是这个月线的 MACD 柱状，它价格再涨 MACD 柱状也是在下降，是担心比特币会不会再下去。但是这一波该下跌的低点早就已经跌了，而且回撤到前面 75K 的这个支撑位，所以也是感谢特朗普的那个关税，没有那个关税就不会有这一个 75K 的低点再做多的机会。所以我想跟大家讲啊，比特币发明的初衷，很多人在下跌的时候总是忘了，它自比特币发明出来就是来针对法币啊，来针对或者是政府权力过于集中，他们想印多少的法币就印多少的法币，或者是关税的贸易战，
如果导致那一些商品物价上升或者是法币贬值的情况下，比特币最近价格它已经体现出了就是自发明以来的初衷，比特币就是来针对法币的，去他妈的垃圾法币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那既然之前的熊市这一波下跌 MACD 柱状红色或者是这整个区间是比历史上任何一次的 MACD 柱状的时间都要长，那自它这个位置黄金交叉绿色的柱状放出以来，我们可以数一下，如果从这一根到现在的这一根，现在时间只有21根，等于是24个月的时间。那么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上的比特币，2019年当时这个红色柱状结束以后，绿色柱状放出来，如果我们从这一根数到这一根，时间画一下，大约是30根的这个柱状，或者是30个月的时间，或者是我们看一下，包括比特币在2015年的这一波牛市，我们可以从这一根绿色的柱状数到这一根绿色的柱状，画一下它的时间啊，差不多也是30根的柱状，比特币最终这一个红色的柱状才放出来。所以历史的经验，每一次牛市都是30根的柱状。那现在比特币自这个位置柱状放出来，目前只有21根啊。如果真的要重演历史，30根，那等于是还有9根的柱状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。链上鲸鱼数据不聊了，我们来聊一下，就是比特币目前已经还是那个观点啊，它既然价格底部是挖坑，或者是2023年底部是挖坑，价格在这一根 K 线或者是这一根 K 线已经回到前面的压力区，变成一个支撑区，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已经回到9万之前的压力区，9万已经变成一个支撑区。而且我们看一下，为什么之前在低点的时候，希望朋友们你要坚定去买入比特币，或者是在做多比特币，因为从这个位置下跌，它价格马上拉到这个支撑线上方，跟当时的这个位置下跌，价格能回到接近这一个压力区，就是这个位置的蜡烛是非常非常的像，这个位置的蜡烛，它是踩了2只脚，它这边是踩了2只脚，或者是3只脚，其实这几个位置我感觉是非常的像。那现在价格上来或者是上来，现在价格是有希望马上挑战，就是之前的这个位置上涨，它是直接在突破这个3万美金。那短期会不会马上突破？是有希望啊，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如果不突破，它这个位置会不会盘整？就像当时的这个位置突破以后，这边是一个奔走型整理，我们要去留意它这一个奔走型整理，如果不马上过的话，会不会在这个位置盘整以后，到时候再突破？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对我们